学你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近景景别。所谓的近景景别呢，拍人的话，一般是指包含人的胸部以上啊。那么如果拍摄的是其他事物的话呢，我们一般只包含这个事物的主要的部分啊。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啊，近景景别和前面我们讲过的远景、全景、中景比起来，取景范围进一步的缩小，被摄对象的成像面积进一步的被放大。那么近景景别拍人的话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取景范围。我们来看这张画面啊，这张画面呢还是陈漫拍的著名的明星的画面啊。这张画面里边拍的是张静初。那么张静初呢，从顾长卫拍的这个《孔雀》这部电影出道啊，然后在后面的一系列的电影当中都表现比较出色啊，特别是拍摄了张家瑞导演的一系列的电影啊，她表现是比较出色的这样一个女演员啊。那么陈漫拍摄这个张静初的这张画面和其他女明星呢也有明显的不同啊。首先我们看到拍摄角度上有了明显的差别啊，其他很多都是从正面来拍摄啊，而这张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从一个侧面啊拍了张静初侧身回眸的这样一个瞬间啊，而且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也是拍的这种亮的背景啊，张静初穿的这个服装呢也是比较具有这种一点小清新的啊，比较现代的这样一种感觉的一个服装啊。那么这张画面的取景范围啊是一个近景的范围。那么在这样的近景画面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注意力已经比较多的投注到他的脸上，去看他的眼睛啊，然后呢去感受他的那种内心的那种状态啊，这个是和我们前面看的中景啊全景的画面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看这张画面啊，这张画面呢是我们老的毕业生拍的这样的作业啊，我们07级文艺编导的同学啊刘诗白拍的当年一个作业，逆光人像的作业。那么这张作业呢拍的是自己的同班同学啊，他们到了这个颐和园去拍这个作业啊，逆光人像啊，取景范围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近景的范围。然后呢，因为拍逆光人像嘛，他们在人物的脸的前方还给了一定的辅助光，用反光板给了一定的辅助光啊。那么到了后面我们讲评作业的时候，我们给他们讲啊，这个画面里边这个反光板其实用的呢，他们在实际拍摄的时候用的啊，并不是很到位啊，他们就本能的把反光板迎着太阳光来反，从下往上来反，所以大家可以看，在人物的脸上呢，其实出现了一定的角光的效果啊。那么但是我们在讲评作业也给他们讲啊，尽管他们主观上并没有很好的理解反光板怎么来用，但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其实呢，他们误打误撞，可以说这个反光板用的这个效果还是对的啊。为什么说是对的呢？因为恰巧这个同学呢是坐在水边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面部的这个角光，他们补的这个光呢，可以理解成是下面的水面的反光啊，它还是具有这个真实的环境的光源的这个基础的，所以认为啊它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这个呢，我们必须在讲评作业的时候给他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下一次同样是这个人拍逆光人像，坐在草坪上啊，他可能补光的时候，他依然会从下往上来补啊，那样的话呢，这个光呢，我们就容易认为啊，效果就没有这个环境光的依据了啊，效果就会不太好。那么近景拍人像的话，除了拍单个人像啊，我们还可以拍合影啊，或者拍这种群像的画面。这张画面是一个新加坡的摄影家叫陈宝生拍的这样一对姐妹啊，也是近景的画面，拍的2个小孩啊，大家看高逆光啊，暗背景使2个孩子的形象很突出，角度比较高的逆光呢落在2个小孩满头乱发上啊，但因为这个头发比较纷乱，反而使这个光的效果啊很明显啊，被表现的还是很突出。2个孩子尽管看上去呢生活条件感觉不是很优越啊，但是你会觉得2个孩子显得还是很健康，还是很茁壮。那么近景画面的处理啊，需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啊。第一点，我们需要记住这样一句话，叫做近取其神啊。
那么近取其神呢，主要是指用近景来拍人物啊，它主要是表现人物的这种表情啊，人物的内心的这种状态啊，这是我们讲近取其神。那么说到近取其神，近景拍人物，我们来看，还是看陈漫拍的范冰冰啊。我们会看了这么多图，我们会发现陈漫拍范冰冰可能是拍各种明星当中拍的最有感觉的啊，这个效果可能拍的是最好的。那么这张画面用近景来拍摄的范冰冰的一张图啊，这张画面是她在09年为这个《时尚先生》啊拍摄的这样一张封面的照片啊。那么这张照片呢，当年也可以说获得了比较大的这样的反响，是比较成功的一张照片啊。那么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张画面呢，范冰冰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子，但是却做了一个男人才会做的这样的事情啊，她在满脸涂上刮胡泡，在刮胡子。啊，那么这种画面呢，有很强的这种性别的反差，这样一种感觉啊，让人们也会体会得到啊，范冰冰这个形象啊，通过这样的影像来代表的那种体现的那种女性主义的这样一种内涵啊。那么当然呢，这个画面出来以后呢，也曾经引起过一定的这种争议啊。那么有人会发现啊，这张画面啊，或者这种让女明星脸上涂上刮胡泡做这个剃须的这样的动作啊，这个创意呢，其实在此之前就有人用过啊。有人会发现，在2003年，那么中国的另外一位女演员叫董洁啊，董洁曾经就为大众电视拍摄封面的时候，在03年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创意的画面啊，所以有人在网上就质疑啊，说陈漫拍范冰冰这个剃须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画面，其实是在抄袭董洁的这张画面啊。那么但是呢，其实我们去认真去研究会发现啊，那么这两个画面其实一定程度上都不是原创的画面啊，都不是这个摄影师也好，或者这个创意人也好，都不是他们最原始的创意，他们都是在模仿1965年那么著名的意大利裔的美国的这样的广告创意人乔治·路易斯的这样的一个著名的摄影作品在65年的时候，他曾经为一个封面拍这个为一个杂志拍封面的时候呢，曾经让意大利的一个女明星曾经就拍过一张脸上涂上刮胡泡，然后刮胡子的这样一个画面。那么他当年希望通过这个影像表现的这个主题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女权主义的女性自由的这样的一种，或者要追求一种女性独立的精神的这样一种内涵在里边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乔治·路易斯在1965年拍的这个杂志的封面的这样的画面。这是比较最初的这样的创意的一个画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陈漫拍的范冰冰，尽管效果也很独特，其实也还是有这个前人的这样的创意的借鉴在前人的创意的借鉴在里边。那么近景处理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叫近取其志这个主要是指拍摄静物或者是物品的时候重在表现它的色彩、它的纹理、它的质感、它的质地这是我们讲近景第二个方面，近取其志。第三个方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近景景别的画面从取景范围上来讲它已经有一种把被摄景物只取它的局部放大来给人看的感觉。那么大家想，在放大的过程当中事物的缺点优点会被放大，缺点也会被放大所以这个景别越小被摄对象的成像面积越大，大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越需要非常的细心否则一点点的无心之举随意之举都有可能给画面带来不可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后果。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是近景近景景别。那么拍人的话，大家需要注意近取其神。那么如果拍的是物的话，我们主要讲究的是近取其志那么还有一点，近景画面它把物体放大来给人看，局部放大来给人看，那么大家在拍摄过程当中一定需要特别的精细，才可以把它做好。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